Watch out! Watch out! 注意看，韩国拳王擂台偷袭中国选手后脑，后还用手指着中国小将鼻子怒骂，典型的恶人先告状。面对裁判的警告，他根本不听，没过几秒就再次主动击打中国选手后脑，根本就没把裁判的警告当一回事，还不把中国选手当人来看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韩国拳王金大焕，自从他迈入职业拳坛的那一刻起，就从来没有被击倒过，13年来输过赢过，就是没有被 KO 降服过。在与中国选手对战的时候，使出了违规招式，让中国选手愤怒至极。结果这个金大焕还撅屁股挑衅，杀人诛心也莫过于此。这次金大焕算是遇到了一个硬茬，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搏击小将赵志康。年仅23岁的赵志康已经练习了5年散打3年 MMA。面对强势来袭的金大焕，赵志康十分有信心与金大焕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31岁的金大焕已经纵横拳坛20余年，其中有13年是职业拳击赛。经过赛事方记载，这13年金大焕从来没有被 KO 过，至此被韩国群众称为是不倒翁。反观23岁的赵志康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可不是什么好惹的，稍有不慎，金大焕的不败金身就会被赵志康所打破，不能控制住对手。对，今天对手金大焕呢，穿的是一个白色的防磨短裤，看来是做好打地面的准备。没错，赵志康穿的是散打短裤。是。那其实金大焕之前也是赢过锁腿狂魔青城正和的，所以说他在面对一些缠斗摔跤系选手是有一定自己的办法。金城正和呢，他现在如果碰到这个喜欢跟你打站立的选手，他把人带入地面的能力现在是远远不如当年了。对，这是金城正和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缺陷啊。但赵志康的话，这位选手他非常擅长打摔打和地面结合。那来看一看能不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，很好的降服金大焕。两位相差了足足有8岁之多，战术打法全面的金大焕并没有直接发起冲锋，而是虎视眈眈盯着赵志康，试图寻找到赵志康的防守漏洞。然而赵志康也是虎视眈眈盯着金大焕，只要金大焕敢发起主动进攻，熟通散打的赵志康定会找到合适的反击机会。为了后续的进攻，这边呢，赵志康刚刚尝试打一个迎击，这段时间呢，赵志康还是整个应对方式上面还是挺不错的。金大焕挺有意思的，前面的那个低扫其实分量挺重，但是没有做后续进攻，而且呢拧身就跑，把自己的后背完全暴露给对手，这是兵家大忌。双方的比赛在一开始情况下并不敢急于把自己看家本领拿出来，所以说刚刚做了一个低扫之后马上往后撤，还是要试探一下对手的一个迎击是不是打得非常及时。赵志康内心非常清楚，眼前这个选手是何方神圣。23岁的赵志康从8岁就开始练习武术，拥有雄厚的武术根基和散打基础。在站立对拼，赵志康也是拥有绝对的统治权，最起码没有被金大焕全方位碾压。散打用于他在站立上面的技术还是蛮有用的。是，散打对于技术的训练要求，对，快，然后呢准确，这是散打技术要求，游走跟得点。是，就是你在转入到其他的格斗项目之后，对散打的要求就是你的分量要够。好的，刚刚金大焕呢尝试一个转身的回旋踢，结果呢反倒是被赵志康给接下来了。今天赵志康呢已经2次试图捉对方的脚踝来摔对方了，对，但2次都被金大焕呢给摆脱了。这会儿的话，金大焕顶在笼边，感觉呢也不太好摔对手，因为金大焕呢他整体的一个防。金大焕看着眼前这个大高个，内心不免会有一些紧张与压力。面对赵志康的穷追猛打，成熟稳重的金大焕则是选择稳扎稳打，在后撤期间还在寻找进入到地面缠斗的机会。凭借长臂斩和良好的战术水准，赵志康在战力上获得了很大的点数优势。后手拳、通背拳是。今天呢，赵志康上场之后，前手后手2下都把对手金大焕给打笑了。金大焕感觉确实有2把刷子。赵志康这种中距离的拳要多打，是今天现在看效果很好，因为他臂展优势很明显啊，非常大的优势。对。你看截腿，截腿，哇！金大焕弹上笼边啊！金大焕这2下笼边的轻功可以啊。刚才这下一蹬笼边上去了，挺有意思啊。赵志康啊，多出拳，其实不用记。获得大比分优势的赵志康依然很稳健。为什么金大焕可以保持13年来从未被 KO 过？那是因为金大焕这个选手十分老成，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把自己的生命置身之外，打出的拳脚进攻
全部都是在保证自己生命安全下才得以实施，不然金大焕宁愿逃跑被裁判警告，也不会轻易发起主动进攻。刚才这个前手摆很漂亮。赵志康呢，在之前对阵瓦卡尔乌马尔的比赛的时候，也暴露出可能比赛风格相对比较单一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之后呢，在这段时间明显是感觉进步多。哎呦，你要抱摔太难了，太难了！对面的这重心太低了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！要做断头台，要做断头，但是不断的在往前进的过程当中呢，并不太好做。不要再让对手过下劲，拖出来了啊！赵志康呢？第二回合开始了，俩人在第一回合并没有太多的碰撞，只是一个简单的试探。比赛一共3回合，1回合5分钟，拿出来5分钟进行试探一点都不过分。毕竟俩人是第一次交手，对金大焕来说，这是一次巩固自己实力的机会；对赵志康来说，这是一次功成名就的机会。地面，赵志康通过上身的晃动，来寻找打迎击的机会。是。金大焕这位选手的话，非常喜欢做对方的地面的摔跤之后呢，去打一些地面的打击系动作。所以说赵志康今天晚上一定要小心了。金大焕的比赛经验是很丰富的。是，刚刚上场之后，金大焕就有2下低扫的动作。赵志康呢，通过这种转体啊，包括把腿低起来啊，对这样的办法来卸掉他这个力量啊。赵志康。从他比赛的风格来讲的话，确实散打特点还是很明显。对，包括他的抱架，漂亮，后手抛拳。尽管金大焕的战术打法比较成熟老练，比赛经验也是十分充足，不过赵志康虽然年龄偏小，但内心拥有一颗赤胆之心。5年散打可不是白练的，3年 MMA 又大大增加了赵志康地面缠斗的技术。一直处于且战且退的金大焕还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就一直在赵志康面前晃来晃去。对。因为今天前面的连续的5场的预赛都打出了终结，半摔，这一下对方拿了一个侧控的上位。现在的话，侧控之后想转齐胜，但是赵志康在下位转得很快，漂亮，就是这么打。赵志康现在处在上位过程当中呢，不要被对方控制上半身，就可以打砸拳了，打开了。对面的眉弓已经开了，赵志康厉害，刚才这一下的摆脱动作真精彩，而且呢。对手金大焕在刚刚呢，应该是被赵志康的一手后手抛拳之后，脸上就有划痕出现了。赵志康，漂亮，身位转换做得很不错，有逻辑。进入到地面缠斗的赵志康进攻气焰依然不减，拿到背部裸脚把位的赵志康没有紧张也没有慌乱，看来赵志康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，看似年纪轻轻，实则是一位战术打法老练的搏击新锐。不过这个金大焕是出了名的稳健，一旦陷入劣势就出立即进入防守。直至解套才会放松警惕，做出这种终结动作来，我才能保持你们俩这样的位置啊。对，而且的话，如果说能够尝试终结，但终结不成功的话，对于裁判来讲，判定也是有很大的比分优势的。是。这边现在互相都在换拳，这是不是一个好尝试？现在呢，赵志康不妨多用一些击打动作，让对方呢给出一些空间。这样能够做裸脚，他的双手的位置啊，解放开来，先把他给调动起来。不过现在赵志康呢，双腿控制的是很不错了，现在这个扣搭的很好。赵志康说完要做断头台，有没有断头台的把位出现？今天晚上断头台已经有2次了。这位置不好。金大焕不愧是被誉为不倒翁的选手，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扭转战局。拿到侧方压制位的金大焕开始对赵志康发起进攻。反观被压在地面上的赵志康也在积极做着防守，毕竟这才进行到第2回合，两人的体能与状态都是处于亢奋阶段。想做裸脚，金大焕有这个实力吗？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赵志康在对方拼力量，金大焕危险！哇，这是一个好的裸脚把位，不错，出来了。赵志康的核心力量很好，你看今天连续2次用这种原地转的方式。把自己的身位呢给掌握了。我们刚刚就说了，金大焕呢在地面柔术方面绝对是不如赵志康的。不过赵志康现在要小心自己的左手臂被对方牢牢控制在身下。是，一旦身位转换出来就可以做十字固了。是。在地面缠斗期间，赵志康压制过金大焕，金大焕也压制过赵志康，短时间内暂时分不出俩人谁更胜一筹。拿到优势位的赵志康正在对金大焕实施击负拳，抗击打能力超强的金大焕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击负拳所带来的伤害，赵志康也随即改变了战术。力量够的话，可以砸一下对方，可以蹲一下对方。
赵志康现在被对方控制在封闭式防守当中。这一段时间，两位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办法。是，看看有没有打下砸拳的机会。赵志康放弃了这个站立的优势位置。这个比赛怎么这么穿越的感觉？之前金大焕打金城正和，是金大焕站着的呀。这金城正和复起了，这是啊，因为这回打来，或者说打得更加积极一些哈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此时的俩人已经经过了站立对拼和地面缠斗，在站立对拼明显是赵志康更占优势，反观金大焕就像是一个万金油，不管是在站立对拼还是地面缠斗，金大焕都可以与对手五五开，而且金大焕这个家伙非常成熟老练，对付一个搏击新锐应该不成问题。不过赵志康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搏击新星。没错，虽然赵志康像前面天琪说的，是一个在地面呢同样很有办法的选手。哎，你看赵志康还想进地面。刚刚呢，金大焕我们看到在间歇期的时候，摔得漂亮，一个漂亮拦腰摔。对手呢在视线上面肯定是因为之前的伤病，之前的那个小伤啊有点影响的。但是赵志康要来看一看能不能够在上身位打出一些好的动作。这段时间双方又回到站立了。双方呢在前2回合确实是，要不说就是斗。小看中国选手赵志康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，两人在站立对拼的时间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赵志康更占据大比分优势。不过这个金大焕可是一个大狠人，13年从来没被 KO 过。从阅历和实力出发的话，赵志康根本就比不过金大焕。自古以来拳坛就有这么一句话，拳怕少壮，别用你的年龄来与我的血性相比。我打站立可能打不过你所以刚刚第2回合到最后干脆不站起来，漂亮漂亮，前手的勾拳，漂亮啊！金大焕，哟，这2拳留给俩人的时间越来越紧张，金大焕开始对赵志康发起猛打猛冲，结果触碰到了赵志康的后脑部位，裁判警告金大焕暂停比赛。然而这个金大焕却无视裁判警告，指着小将鼻子怒骂。对，撞对方，同时要小心不要打后脑勺。刚刚这一下撞的应该是赵志康有点撞晕了，所以必须得休息一下。赵志康有点懵啊。这边呢，万冠军赛很多选手头铁，但是呢，头再铁也不能。经过裁判观察监控，只是发现金大焕碰到了赵志康后脑，并没有明显击打。比赛刚刚恢复正常，金大焕就再次击打了赵志康后脑。这个金大焕却异常暴躁，甚至当着裁判的面指着小将鼻子咒骂。看来这个金大焕是在倚老卖老。都在警告2个人不要用头撞对方。对。赵志康呢，这段时间感觉时间不太够了，所以说想去抱摔对手，去赢得更多裁判分。对方现在呢，我们看金大焕很有经验，第3回合明显在场上发力了，明显发力了。对，赵志康呢想把对手拖入到地面，缓解一下现在对方在站立阶段连续进攻的这种态势。体能逐渐不支，赵志康只能稳于现状，尽量不给金大焕获得更多点数优势的机会。然而被限制的金大焕也是十分无奈，根本无法实施过多的有效进攻。赵志康这块不要太着急再去打地面了，有时候呢，更多把以前散打上的技法得点游走给用出来。对方在用占优势的核心力量，漂亮，近体开肘。对方明显没有感觉到这次呢，赵志康竟然会用后手打摆拳。2个人一样的动作，重复动作还换吗？同样重复动作，前手拳换这个扫踢，有意思了。哇，这感觉是2个好汉，一人开了辆车的对撞的感觉。这感觉是什么呢？那小区停车纠纷的感觉。进地面了，进地面了。这次对手呢尝试打一个鞭腿之后呢，被赵志康给接了。是，但接腿之后呢，赵志康也没有太多的办法，反倒在这次双方近体的抱持过程当中呢，给到赵志康一些喘息的机会。赵志康把对手赵志康打出的拳脚进攻丝毫没有任何威慑力，就算重拳命中了金大焕，那也无法对金大焕制造很大的麻烦，尽量用最后的余力牵制住金大焕，这样赵志康才有获胜的机会。如果放松警惕被金大焕逮到机会，那么赵志康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志康比对方年长，对，毕竟是金大焕这位选手是打过比比亚诺的选手，所以说必须要懂得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。赵志康的右侧的颧骨也已经肿了，是，还好对方刚才这一下的转身回旋踢是踢空了。赵志康呢2个人之间身位比较接近一些，所以说呢转身回旋踢没有能够踢正赵志康。不过赵志康如果要坚持下去的话，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打到判定。打到判定的可能性非常大。现在呢要看裁判怎么判了。对，
对方在第3回合的发力给人的印象很深刻。是赵志康现在没有绝对的赢面，但是万冠军赛漂亮，哦、漂亮，这下正蹬漂亮，前手拳。一直到比赛结束，赵志康还在与金大焕进行拼拳换脚，根本不怂眼前这个拳坛老将。2次主动击打后脑也是让金大焕意识到了规则的严格。金大焕的体能分配要比赵志康更均匀一些。总体来说，金大焕毕竟是一位拳坛老将，比赛经验极其充足。然而赵志康才只是一个初入国际拳坛的搏击新星，不管是否能赢得比赛，赵志康都应该受到理应的尊重。很精彩，我们要听听最后的结果。After 3 rounds of battle,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' scorecards.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bou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from the blue. 最终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金大焕获得了比赛胜利。赵志康虽败犹荣，毕竟这个金大焕的各个方面都要比赵志康突出。然而这个金大焕的不败金身很快就会被谢伟所击破。大家感觉赵志康打得好的话，